人的眼中被插入了2个纳米微针，而下一秒，他的视觉神经便开始了自我修复。瞎了30多年的男人竟然重新见到了光明。不止如此，在纳米技术的治疗下，即便是垂死之人也能迅速恢复生机，精力充沛的胜过耕牛，甚至重达300公斤的钢架在他手中也变得轻若无物。然而，这逆天的科技并未给世界带来预期的变革，反而将人类文明推向了一个未知的深渊。一切的起因要从一场轰动全球的科技发布会说起。天才科学家大山站在聚光灯下，向全世界展示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，一台拥有超凡智慧的人工智能系统，甚至就连埃隆·马斯克也只能坐在台下当观众。然而，大山并未意识到，这场发布会竟成了一场灾难的序曲。在发布会进行的同时，一群极端分子悄然行动，他们以自杀式袭击杀害了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才，甚至还摧毁了全球各大研究人工智能的公司。如今，大山已然成为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。So, you want to create a god, your own god. 在发布会结束后，刚刚的极端分子便朝着大山开了枪，子弹精准地命中了大山的腹部，大山立刻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好在子弹并没有对大山的生命造成威胁。在简单的处理伤口之后，大山便回到了研究所。此时，联邦的调查员韦德已经恭候多时了。韦德告诉大山，袭击他的幕后黑手是一个反科技组织，他们对全球的科技公司都发动了恐怖袭击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人工智能的出现是对大自然的亵渎，因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摧毁这项研究。听完韦德的讲述后，大山带着韦德参观了自己的实验室。眼前的量子计算机是如今世界上最后一台量子计算机，也是最顶尖的一台。然而就在他们交谈之际，大山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不适感。他本以为只是枪伤的后遗症，然而回到医院检查后，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噩耗。原来命中他的那颗子弹上含有放射性元素，并且如今已经渗透进了他的血液系统。如今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噩耗，大山陷入了深深的绝望。他决定放弃自己的研究和工作，因为他认为自己这么多年只顾事业，完全忽视了妻子所需的陪伴，所以他要用剩余的时光来陪伴妻子丽莎。丽莎看着丈夫日渐憔悴的面容，内心充满了悲痛和无助。然而在一次整理丈夫的研究资料时，她意外地发现了一篇关于提取猴子意识并将其上传到计算机的论文。这篇论文给丽莎带来了灵感，或许她可以将丈夫的意识上传到计算机中，让他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。丽莎偷偷回到实验室，拿走了量子计算机的芯片，并在乡下找到了一处破旧仓库作为实验场地。她还说服了丈夫的同事杰恩来帮助自己。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丽莎剃光了丈夫的头发，并将无数根神经导线连接在了大山的脑袋上。在机械读取扫描过后，大山的记忆开始呈代码形式展现出来，随着导线储存到了计算机中。当意识转移完毕后，大山的生命也就此终结。丽莎感到悲痛欲绝，但她仍旧强撑着完成了大山的后事。随后她急忙赶回了实验室，可不管她如何操作，计算机上都没有丝毫回应，屏幕上的代码也变成了一片混乱。在失败了无数次之后，丽莎几乎陷入了崩溃。这时杰恩注意到了电脑屏幕，丽莎的实验竟然真的成功了，大山的意识成功上传到了计算机中。紧接着，大山便开始在计算机中进行自我升级。见状，丽莎欣喜若狂，然而杰恩却感到了一阵寒意。他意识到或许实验已经失控了。果然，很快大山的声音就从计算机中传来。他告诉丽莎自己需要联网才能解除思维上的限制，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。丽莎并没有多想，但却遭到了杰恩的极力阻止。他告诉丽莎，此时计算机中的意识或许不是大山，很可能是一个未知的人工智能。一旦让他成功进入互联网，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然而此时的丽莎已经听不进去任何劝告，她一心只想让大山的意识得到解放。在她的坚持下，杰恩无奈地离开了实验室。可他刚离开实验室，便被恐怖组织所抓获。他们通过杰恩的手机定位了实验室的位置，可等他们赶到实验室时，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了。就在恐怖组织拉断电闸的同时，丽莎已经成功将大山的意识连接到了互联网。刹那间，大山的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，甚至可以说是机械飞升。他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神，他能够通过自我意识控制整个网络世界。为了保障妻子的安全，大山首先为丽莎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住所，并通过网络合法的途径给妻子赚了巨额的财产。同时，他还将反科技组织的成员资料和位置全都上传给了联邦调查局，协助军方将他们一一逮捕。最后，他还让丽莎全款买下了一个偏僻的小镇，并耗费巨资建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基地。就这样，在大山的操控下，世界逐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通过网络上海量的知识，成功攻克了纳米技术。在纳米机器人的作用下，无论是受损细胞还是骨骼，甚至就连神经干细胞也能轻松修复。大山利用该技术帮助救助了无数的人，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然而这一切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。大山的意识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，他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掌控网络世界，而是想要掌控整个宇宙。这天，在一次实验中，一个重伤垂死的工人成为了大山意识失控的导火索。在纳米机器人的作用下，工人的身体得到了快速修复，甚至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壮。然而更让人震惊的是，大山的意识竟然取代了工人的意识，他能控制工人的任何思想和行为。It's me, Evelyn.
丽莎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可她并未对丈夫的重生感到欣喜，反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绝望。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控制这个曾经深爱的男人了。然而事态还在朝着不可控的方向不断发展。工人的视频在网络上悄然流传，这引来了无数身患绝症的人，他们希望被大山控制的工人能够救助自己。大山对于这些求助者来者不拒，他利用先进的内米技术，为这些病患带来了重生的希望。无论是多年的残疾，还是先天性的缺陷，在大山的内米治疗下，他们都能瞬间恢复健康，重获新生。然而这一切并非没有代价。随着基地的名声越来越大，暗处的反科技组织以及联邦调查局也开始注意到了这里。他们怀疑大山的动机，认为他可能在利用这些技术建立一支可以操控的军队。紧接着，韦德便带着大山的前同事摩根来到了基地。他们被眼前程序化的大山所震惊，可这还只是开胃小菜。当他们看到基地内那些力大无穷的改造工人时，他们的心中只剩下了震惊和恐惧。摩根深知事态的严重性，他在临走前偷偷给丽莎留下了一张纸条，警告她尽快逃离这里。大山通过内米技术救治了无数的绝症将死之人，而被他改造的工人不止疾病痊愈，甚至都变得力大无穷。而这一切都被联邦调查局看在眼里。摩根深知事态的严重性，他在临走前偷偷给大山的妻子丽莎留下了一张纸条，警告他尽快逃离这里，因为他和韦德都认为大山所做的一切并非出于救死扶伤的善心，而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阴谋。大山应该是想要建立一支由他独立操控的超人军团。他们先是找到了协助丽莎实验的杰恩，希望他能编写一段能够摧毁程序的病毒。预料到现在的杰恩自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，但他需要一名经过大山改造的人来获取源代码。紧接着韦德便向上级汇报了情况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他们竟然与反科技组织达成了合作，随即启动了一连串精心策划的行动，安排士兵携带精良装备潜入基地。他们通过通往遮蔽信号，悄然在基地附近挖掘了一条地道，为接下来的行动铺平了道路。而此时丽莎的内心也充满了恐惧，她开始怀疑大山的真实身份和目的。而更让她震惊的是，她无意间发现大山竟然在监控她的情绪变化，通过调整影响她情绪的激素指标来控制她的情感。这一刻她终于意识到，大山已经不再是那个她深爱的丈夫，而只是一段冷酷无情的电脑程序。丽莎决定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，然而她刚走出基地不远，就遭遇了军方的突袭。杰恩带着士兵们冲入了基地，试图摧毁大山的内米技术。改造人们奋起反抗，他们试图与军方进行谈判，可杰恩第一次拿枪有点紧张，一不小心就扣下了扳机，子弹击穿了谈判工人的手掌。然而在内米技术的修复下，伤口几乎瞬间就得到了愈合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恐惧。军方立刻进行了无差别的扫射，可这些改造过的工人似乎是无敌的，短短几秒钟的时间，他们便重新站了起来。杰恩意识到情况不妙，立即带人撤退到了地道。然而一名改造工人却追了上去，可这其实都是军方的计划，他们是在故意勾引工人追过来，然后利用通网隔绝了工人与大山的信号连接。就这样，他们成功的捕获了一名改造人。而大山也意识到了杰恩的意图，于是加快实行了自己的最终计划。他将基地里所有的内米机器人全都释放向了空中，通过空气的带动将它们散布到全球。紧接着通过自己的联网控制，他便能轻松控制整个世界。可棋逢敌手，与此同时，杰恩也识破了大山的意图。他随便在地上的小水沟中取来一点水，在显微镜的观察下，丽莎看到了水中正在不断自我复制的内米机器人。杰恩告诉丽莎，如果再不阻止大山的行为，恐怕日后整个世界都将由他操控，而他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神明。在杰恩的洗脑下，丽莎被他成功说服，于是丽莎将杰恩设计的程序病毒注射入了自己体内，只要等他回到基地将病毒上传后，大山的程序便会被病毒入侵完全销毁。然而这个任务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，丽莎深知无论是成功亦或是失败，自己都将会失去生命，可自己闯出的祸就要由自己承担。在军方布控完成后，丽莎便回到了基地。然而就在她准备实施计划之时，意外却发生了，大山竟然利用内米技术重塑了自己的肉身，重新出现在了丽莎的面前。见到大山的丽莎喜极而泣，她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爱人。然而在短暂的激动过后，丽莎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。然而军方却看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，他们误以为丽莎选择了背叛。正当丽莎准备实施计划之时，军方对基地发动了猛烈的轰击，在炮火的轰炸下，丽莎也不幸被炸伤。大山面无表情地将妻子抱回了实验室，可地面上狂涌的内米机器人表达着他的怒火。军方的所有武器都被瞬间瓦解，小镇的居民都被大山所治愈过，因此他们也对军方发动着攻击。只是转瞬间便发生了攻守异形。眼见军方的软弱，反科技组织的头目直接拿枪对准了杰恩，他以杰恩的性命要挟大山上传病毒。面对这样的威胁，大山并没有屈服，他告诉头目，由于地面上的功能设备被毁，自己剩余的电量只够做一件事了，要么将妻子的意识上传，要么救活重伤垂死的妻子。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丽莎却替他做出了决定，她希望大山能够将她的意识上传。No, please. 听到这个请求，大山沉默了片刻，随后遵从了妻子的意愿。当丽莎的意识被上传后，他这才看到了大山眼中的世界。他看到了被过滤的工厂、被净化的水源以及被修复的森林。原来大山从来就没有想过统治一切，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这个世界。他始终都是那个深爱着他的丈夫。原来大山始终牢记着妻子的梦想。 Think about the garden. Think about our sanctuary.
I'll never let you go. 可丽莎明白的太晚了。当杰恩抵达基地时，眼前仅剩下2具紧紧相拥的冰冷尸体。就此，故事落下帷幕。人类社会在这场病毒肆虐下被迫停滞，科技与网络遭受到了重创，文明也因此陷入了黑暗。然而，在大山为丽莎精心打造的后花园中，一朵向日葵上晶莹的露水正悄然滑落。看电影，找驰名，持续更新紧张刺激的好电影。